这栋房子的主人比马云、王健林加起来还要有钱，他被称为中国第一首富，叫黄义柱。他们家在上海有个仓库叫四行仓库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。这栋别墅呢，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皇家花园。有些人可能会问呀，他这么有钱，这么多钱究竟是怎么赚来的？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敢相信，他以前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剃头匠。现在呢，我就带你们走进中国第一别墅。黄义柱呢，以前啊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剃头匠。有一次呢，他在给一个地主理发的时候，不小心呢把地主的头给理破了。理破头之后呢，地主非常的生气，扬言呢想要报复黄义柱。黄义柱当时回到家呀，就跟自己的母亲商量，说能不能把家里的地啊卖掉，然后让我到南阳去闯一闯，去拼一拼。他的母亲也觉得呀，孩子呢在福建没什么发展，干脆啊就随着大众一块去下南阳得了，把家里的一块地卖了，卖了36块钱。后来黄义柱呢就揣着这36块钱到了南阳。到了南阳以后，黄义柱呢来到了印度尼西亚，在一个华人劳工比较密集的码头继续给别人理发。这个码头啊员工还是比较多的，所以黄义柱的理发生意呢也相当的不错。但是在那边理发非常的便宜，只能够勉强度日，填饱肚子而已。他呀连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晚上只能够将就在一间破庙里头。我们说，人如果想发财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，要有高人指点，贵人相助。黄义柱就这样在印度尼西亚待了将近2年左右的时间。突然有一天，有一个老华侨过来理发，他跟黄义柱是福建的老乡，就跟黄义柱说：“小黄呀，你这样子理发一辈子呀都发不了财。”当时的黄义柱呢就非常的生气，他说：“老头，你为什么咒我说一辈子我都发不了财呢？凭什么？”老华侨说：“你看一看，隔壁有个人在挑着担子卖咖啡，一个人一天可以喝3杯咖啡，一个人一天会理3次头发吗？”黄义柱心想呀，这个老华侨讲的也有几分的道理，于是就问他：“那你给我指点指点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”当时老华侨呢提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，他对黄义柱说：“你把所有的理发工具全部都丢到海里，我给你指一条明路。”当时黄义柱啊二话没说，就直接把自己所有的理发工具全部呢都丢到了海里，哐当一声，自己理发的工具、吃饭的家伙没了。当他再问老华侨我该怎么办的时候，老华侨说呀，很简单，你就学那个挑着担子卖咖啡的人，你去学他不就得了吗？一天啊你也可以卖出很多杯的咖啡。但是黄义柱囊中羞涩，连启动资金都没有。老华侨慷慨地借给他6块大洋作为黄义柱的启动资金。有了启动资金之后呢，黄义柱咖啡厅的生意啊就干了起来。其实呢就是挑着担子，前面放着开水，后面放着咖啡。就这样啊，黄义柱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这卖咖啡确实比理发要挣钱。后来呢，他又把城市的东西拉到农村去，把农村的东西呢拉到城市来。因为交通不便，所以黄义柱啊赚取了很多货品的差价。就这样日积月累，在印度尼西亚呀，他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间小卖部，叫日新杂货铺。有了这个杂货铺之后呢，黄义柱也算是在印度尼西亚立足了脚。可是有一天呢，小卖部边上有个仓库，突然之间就着起了大火。黄义柱很着急啊，说是谁家的仓库这么大，着了火岂不是很可惜？他就主动吆喝呀，左邻右舍全部过来灭火。没一小会儿啊，这个火呢就被灭了。黄义柱累的是满头大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在想，这仓库里面到底放的是啥呢？于是啊，他就让自己的小孩再跑到仓库里面去看一看，里面到底放的是什么。他的儿子呢非常的机灵，从这个仓库的麻袋里面抓了一把东西，用舌头一舔，发现这里面全部都是白糖。但是上面的白糖呢被火给烧了，下面的白糖被水给泡了，中间的白糖呀还是可以用的。所以当时黄义柱就有个想法，那我能不能以低廉的价格把这些白糖全部都回收过来，进行重新的加工之后再拿出去卖，我岂不是能赚一把？于是就跟仓库的老板商量说，你这些糖啊反正都被火烧过了，不会有人买的，干脆你低价卖给我，我给你想想销路。当时的仓库老板也爽快的答应了，把这批糖呢卖给了黄义柱。黄义柱把这批糖
拿回去加工之后，再拿出来卖的时候，一包都卖不出去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这个糖是从他的仓库买的，被火烧过了，我们可不买。就在黄一柱一筹莫展，即将要破产的时候，来了一次大机会。我们说啊，人运气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在1914年的时候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糖一下子就成为了战略资源，成为了必需品。所以当时黄一柱打开仓库大门的那一刹那，糖就被抢光了，而且价格蹭涨了好几倍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后来他觉得呀，这个卖糖这么赚钱，我还开什么杂货铺？我干脆啊以经营糖业为主得了。后来他就成为了印度尼西亚的4大糖王之一，排名第3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到1918年才结束，整整打了4年的时间。当时呢，印度尼西亚有一部分呢是荷兰人的殖民地，黄一柱所开的那个杂货铺跟公司啊，全部在荷兰人的地盘上。荷兰人就找到了黄一柱，说我们在打仗，我们在保护你，你们在闷声发大财，你们必须得向我们补税。补什么税呢？叫战争所得税30%。黄一柱当时就明白啊，一个国家如果不够强大，我们华人华侨在外面寄人篱下，老是受这些西方国家人的欺负，还让我们补30%的税。黄一柱在算了自己总资产之后，接近2800万美元。如果补30%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当时黄一柱呢就决定，干脆我们就清算所有的资产，把它变卖，然后带着这笔钱回到中国，建设自己的国家。这个时候呢，日本人呀也不含好心的找到了黄一柱，他说你不用担心，如果荷兰人找你交税的话，你可以加入我们日本国籍，我们日本人会保护你。黄一柱就说了一句话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加入日本国籍的，我要回到中国。在1919年的时候，黄一柱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资产，大概将近3000万美元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福建，并且来到鼓浪屿，为自己的家人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3栋别墅。中间这一栋呢，被称为钟楼，曾经呢来过很多的政要都在里面有居住过。这栋房子呀，当时的建造资金就价值100万大洋，里面的一个楼梯大概是20万。据说那个楼梯啊是汉白玉雕刻而成的。黄一柱在1919年回国之后，1920年、1921年建好了自己所住的房子之后，他决定用自己在南洋赚到的外国人的钱来办咱们中国的事儿。他决定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，所以呢，他选择了一个地方，就是上海。到上海呢，找到了一个人叫胡比江，就是当时交通银行的总经理。跟胡比江说啊，我想用这些钱来开一家银行，来盘活咱们国内的中小企业，用实业来救国。当时胡比江非常的开心，就领着黄一柱呀，俩人坐火车一路就去了当时的北平。到了北平之后，见到了段祺瑞、曹锟等人，领到了一张可以自主办理银行的牌照。有了这个牌照啊，黄一柱的金融梦想最终能够得到实现。后来北洋政府又觉得，你作为华侨赚了外国人的钱来支持中国的建设，那我们国内政府也应该要给你们更多的支持。于是啊，给黄一柱申请了一张可以发行货币的牌照。你想一想，当时黄一柱银行申请成功了，如果自己的银行能够发行货币，那可不得了。所以当时他给自己的银行呀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叫中南银行。中呢就是中国的意思，南就是南洋。中国跟南洋之间的一条纽带，刚好就是曾经在南洋打拼的那批华侨们。所以说黄一柱啊，不忘本，不忘根，为了建设祖国，回到生他养他的地方。当中南银行办好之后，当时的中南银行也成为了国内仅有的3家可以自主发行货币的银行之一，一家是交通银行，一家是中国银行，另外一家就是黄一柱先生办的中南银行。后来他还创办了太平保险公司。
有了自己的银行之后呢，为了能够招揽更多的客户过来存钱，他又联合了3家银行，分别是金城银行、大陆银行、盐业银行，还有他自己开办的中南银行，在上海的晋源广场开了一个仓库，叫四行仓库。没错，就是我们看的电影《800守卫四行仓库》的那个仓库。黄义柱先生有了钱之后啊，在我们厦门鼓浪屿投资新建购买的别墅多达160栋左右。同时呢，他又投资自来水公司、电话公司、实业公司等等等等，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可以说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直到现在，他们皇家的这个产业在我们鼓浪屿还是非常非常庞大的。那么你们可以猜一猜，这栋别墅现在价值多少钱？